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安克的超能充。咱们这一个充电器是安克的7系列的一个65瓦的充电器。安克的充电器大家都知道，这个价格是非常贵的。我们后面会安排安克的 Premier 系列的充电器都会做测试，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多多的点赞，让咱们这个频道能够多一点点收入吧。大家如果需要购买这些数据线、充电宝，还有耳机、音箱什么的，可以在咱们的橱窗里面去看一下，有需要的可以下个单，咱们可以挣个1-2块钱，让我们回血，可以更好的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产品的测试和拆解。一个人的工作室，谢谢大家的支持。咱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拆解这一个安克7系列的65瓦充电器。这个充电器银色的面板作为一个点缀，我们先把面板撬开看一下。这个面板里面是没有什么东西的，我们直接从这个缝隙下手，直接用切割机把它切开。切的差不多了，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盖子给它撬开。内部主板把这个充电器填得满满的，我们用尖嘴钳把里面的主板把它拔出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内部的板子，紫铜的散热片，这才是充电器最好的散热材料。这里有个双面胶的泡棉，用来固定主板这个地方，以免这个壳体跟这个主板产生摩擦。主板也是通过导线连接到折叠插脚上面，我们用电烙铁取下这一个紫铜的散热片。同样的方法取出另外一片紫铜的散热片，剔除掉这些散热的硅脂，然后我们对这上面的高压电容进行放电。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拆解充电器，这上面有高压，拆解是非常危险的啊！再三强调，请勿模仿。我们取下来的这些散热片上面底部有麦拉片进行绝缘处理，然后这上面还贴有耐高温的绝缘胶带，这一面也是一样的，绝缘麦拉片，高温的绝缘胶带。这个是用来作为初级和次级隔离的一个麦拉片，这就是这个充电器清理出来的散热的硅胶。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然后我们把这个充电器全部拆散，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电路情况。这就是这一个安克65瓦充电器内部所有的东西，我们全部都拆开了。这个充电器内部主板采用的是5片板子组合的设计，分别是一个初级 EMI 小板和这一块主板次级的小板 A 口的输出小板 C 口的输出小板，这5块小板构成。它的电路架构采用的是 QR 反击的一个开关电源加次级同步整流输出的架构，芯片是采用蓝芯主控加同步的一个方案。我现在就从输入端到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充电器内部的电路的情况。220伏折叠插脚采用的是不吸磁的铜质材料，簧片部分表面镀裂采用的是吸磁的金属材料，用一个塑料盖板，再用2颗螺丝进行固定。这是充电器的 EMI 部分上面的一个小板，上面有保险丝，有安规 X2 电容，有供膜电感。输入端保险丝来自成立于2003年，聚焦中高端电子、电力、电路保护元件的公司东莞市贝特电子。这一颗保险是贝特电子212系列慢熔断陶瓷保险丝，规格是 3.15 安，耐压250伏。黄颜色的安规 X2 电容来自成立于2013年一家专业从事电容器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东莞市晨曦电子。这一颗电容属于晨曦电子超小型薄膜 X2 电容，规格是 0.15 微法，耐压310伏。这一颗是充电器的供膜电感，内部的磁芯为绿色，用气包线和绝缘线2种线材进行绕制，内部打有黑胶进行固定。这一颗贴片式整流桥，适应型号 8mm， 实际型号 LX80mm， 来自成立于1994年一家由一群资深2级管工程师共同成立的专业生产整流器件的企业台湾智威科技。这是一颗超薄贴片快恢复软桥堆，具有高散热性能，改善 EMI 等优势，规格是8安，耐压1000伏。这一颗则是充电器的工字插膜电感，外部套有热缩管进行保护，内部工字磁芯用气包线的铜丝进行绕制，这个是起到滤波作用的。充电器的高压滤波电解电容一共用了4颗
其中这2颗来自成立于2001年一家专业电容器生产企业上海的永明电子，规格是22微法，耐压400伏，属于永明电子 KCX 系列小体积高电压电源专用电解电容。另外2颗来自成立于1995年国内一家老牌铝电解电容固态电容生产厂家湖南的爱华电子，规格是33微法，耐压400伏，属于爱华电子 RK 系列充电器专用小型化高电压电解电容。这一颗小电解电容也是来自爱华电子，为充电器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规格是10微法，耐压50伏，属于爱华 L7 系列7毫米高度迷你电容器。电流经过初级 EMI 电路进入充电器的主开关电源部分，开关电源主控芯片思翼型号 SC3023， 来自成立于2015年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的上海蓝星半导体。这是一颗高频准谐振 QR 反击 PWM 控制器芯片，内置了氮化镓驱动器，可用于直驱增强型氮化镓开关管。芯片内置 X 电容放电和高压启动，具备自适应开关频率折返功能，能在整个负载范围内获得更高的效率。芯片空载时，在低功耗模式下运行，可以降低系统的待机功耗。芯片内置完善全面的保护功能，确保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充电器主控芯片的旁边，这一颗氮化镓开关管思翼型号 NV6136A，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世界上第一家 GaN 氮化镓功率芯片公司美国的纳威半导体，内部集成驱动器和高精度无损耗电流采样电路，无需外置电流取样电阻，消除取样电阻的损耗。内置170毫欧导阻650伏耐压的氮化镓开关管，支持2兆赫兹开关频率，芯片具有更大的散热面积，降低温升。在开关电源中起到电气隔离、控制信号隔离、错误检测与保护反馈控制等关键作用的光电耦合器。思翼型号 EL1018， 来自成立于1983年全球知名的 LED 生产企业台光的亿光电子。这颗光耦是亿光 EL101X 系列光电耦合器，用来抑制电磁干扰和共膜噪声，确保电源设备的电磁兼容性和安全性的贴片安硅陶瓷外电容，来自成立于1981年一家电子元器件供应链中少数涵盖主被动双通路并拥有制造工厂的台湾和生堂，属于和生堂的 SCC 系列安硅电容。这一个就是充电器的变压器，外部贴有耐高温的绝缘胶带缠绕进行保护。这一边是初级的电流端，这一边是次级的电流输出端。这一片小板就是充电器的次级整流小板，这一部分属于整流部分。上面2颗次级滤波电容、次级同步整流芯片、整流开关管。这一颗次级同步整流 NMOS 开关管，思翼型号 VS004N10MG， 来自成立于2012年，始终聚焦功率器件研发与应用的公司深圳微兆半导体。这颗 NMOS 开关管规格是耐压100伏，内部的导阻4.8毫欧。次级同步整流控制器 IC， 思翼型号 SC3503， 跟主控芯片一样，来自上海蓝星半导体。这是一颗自适应开通检测和快速关断同步整流控制器，无需辅助绕组供电，输出电压最低可低至0伏，具有专利的自适应开通检测电路，避免同步整流管误开通，具有超低的静态电流，支持高侧和低侧同步整流。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2颗，规格是330微法，耐压25伏，跟开关电源高压滤波电解电容一样，来自上海永明电子，属于永明电子 NPT 系列高可靠性 DESR 高文波电流固态电容。次级输出小板的另外一部分和这2片小板，再加上主板这一部分，构成充电器的协议控制降压输出电路，为这个安克65瓦充电器提供智能控制和安全保护的 MCU 芯片。思翼型号 38F20， 来自成立于2003年一家集感知、计算、控制连接于一体的全信号链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深圳的星海科技。这是一款集成了 LED 驱动与12位 ADC 的8位宽电压 Flash MCU， 内置 16K 字节的 Flash 程序存储器，芯片集成了 LED 驱动 UART 接口以及 I2C 接口，可以高效稳定的助力充电器实现自动功率控制等多种功能。Type-C 一口降压电路输入滤波，采用堆积片式陶瓷 MLCC 贴片电容。Type-C 一口降压电路的降压电感采用7包线3线绕制的一颗电感，内部的磁芯为黑色，外部有热缩管套住进行保护，底部有麦拉片进行绝缘。Type-C 一口降压电路2颗降压 NMOS 开关管，组成半桥降压拓扑电路，思翼型号7544，来自成立于2000年一家专门从事电源类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公司，美国的 AOS 万代半导体。
这两个 NMOS 的规格是蓝牙30伏内部的导阻5毫欧 ，Type-C 一口降压电路 USB 协议控制芯片，适应型号 SW3516H，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数模混合芯片设计的企业珠海智荣科技。这是一颗集成了5安高效率同步降压变换器的协议芯片，支持丰富全面的多种快充协议，最大输出 PD 100瓦功率，具备 CCCV 模式以及双口管理逻辑，外围只需少量的器件即可组成完整的高性能多快充协议双口充电解决方案。Type-C 一口降压电路输出滤波也是采用的堆积片式陶瓷 MLCC 贴片电容。Type-C 一口输出 V-Bus 开关管，适应型号也是7544，跟降压 NMOS 开关管一样，来自美国万代半导体，规格也是一模一样的。Type-C 一口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规格是220微法，蓝牙25伏，也是来自上海有名的 NPT 系列高可靠性 DESR 高文波电流固态电容。这一颗 R005 贴片电阻为 Type-C 一口的电流采样电阻 ，USB-A 口降压输出电路跟 Type-C 一口采用的是同样的电路方案，输入滤波 MLCC 电容。降压电感同样是3线绕制，内部瓷青黑色，外部有热缩管套住进行保护。2颗万代7544的 NMOS 组成降压半桥拓扑电路，协议控制芯片也是智荣的 SW3516H， 降压输出滤波也是 MLCC 电容。USB-A 口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也是永明 NPT 系列固态电容，容量的话是330微法。A 口的电流采样电阻也是 R005 电阻，不同的是这一个 USB-A 口输出 V-Bus 开关管被省略掉了。这是充电器的2个 USB 连接器，这是 Type-C 口，这个是 USB-A 口，内部的舌片细节都是光滑细腻，没有毛刺。充电口上面有厂家的钢印信息， Type-C 口上面也有，2个充电口上面都有麦拉片贴住进行绝缘处理。充电器主壳体内部的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充电器前盖壳体上面的阻燃材料标识。这个安克65瓦氮化镓充电器内部电路蓝芯 SC3023 主控加蓝芯 SC3503 整流的方案，纳威半导体的氮化镓开关管，星海的 MCU， 智荣的协议芯片，整体用料很不错，全紫铜的散热片，温度控制做的也不错。对手机移动设备快充兼容性一般，看后续安克产品会不会完善 UFCS 和 PPS 协议，这样的话这个充电器贵一点也是很值的，大家说对不对？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吧，有你们的支持我才有更新的动力。咱们安克 Premier 系列的充电设备为大家安排测试和拆解，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